最极致的美味就在星级饗宴。会让人家一口接一口下去的一个台韩双拼便当，锅贴本身底应该有的那个脆口的感觉是比较低的。这个挂包很好吃这个挂包超级好吃的，它那个尾韵大概2到3秒以后就马上会有那个麻的感觉在口中环绕，有点像是属于好看不好吃的系列。美味，我只瞄准这颗星。7-Eleven 星级饗宴，快来 7-Eleven 和我一起享用吧！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大家万众期待周子瑜跟 7-Eleven 合作的全品项8样商品开箱，各位姐夫、各位姐姐们期待已久的 Seven 跟周子瑜，就是我们台湾之光周子瑜联名的8样商品。这一次的话，有一些品项它还有专门送这种大家可以收集的纪念的小卡。这个收集小卡，最后我们在片尾的时候再开箱，我们今天拿到什么卡？那这一次的话，这个周子瑜品项真的是超级无敌难买的。对，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在刚开卖的时候就去买了，跑了好几间，大概4、5间 Seven 才全部把他出的联名品项全部买齐。而且刚刚 Seven 的店长还跟我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说，他就说他们在 Seven 贴标的时候还不能去贴到周子瑜的头像，不然的话会被客人骂。对，就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非常重视这一次的周子瑜跟 Seven 联名。那我们第一款要帮大家开箱的是星级饗宴台南精英酒店联名的麻辣奶油海鲜意大利面，就是周子瑜联名的麻辣奶油海鲜意大利面。那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就是有附3只虾子，然后还有一些蛤蜊，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麻辣奶油海鲜意大利面，我觉得蛮特别的是，一般的麻辣比较重于辣，它这一款的意大利面其实一个很特别的味道是它很重于麻的味道，就是它在椒麻的麻里面，表现得非常好，就是你吃下去大概它那个尾韵大概2到3秒以后就马上会有那个麻的感觉在口中环绕。然后整体的面就是还蛮有弹性的，但虾子还算新鲜，只是比较大缺点是它的蛤蜊稍微偏小，但是这个难免的，因为微波后的蛤蜊一定会缩小很多，因为像常见的 Seven 卖的青酱奶油蛤蜊意大利面的蛤蜊也都偏小一点点，但是这个比青酱蛤蜊意大利面的蛤蜊再偏小，但整体的面的口感蛮好的。那它比较偏向麻，没有太多的辣味，我觉得整体吃起来我觉得还不错，只是说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可能比较不适合。那如果你可以接受麻，就是口感比较麻的感觉比较多的话，就蛮适合这个。但如果你比较怕这个麻的感觉的话，你可以稍微避开这个。但整体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对，整体来讲 CP 值也算是还蛮高的。那第二个我们要吃的是，也是他们很主推的台韩拌拌炸鸡便当，也是跟精英酒店联名的台韩拌拌炸鸡便当。对，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哦，那一打开这个便当盒就可以闻到非常香的炸鸡的味道，然后它的蛋是属于比较偏散蛋的感觉。那我们先来吃吃看它的饭的感觉，这个散蛋的口感还有味道非常清爽，我觉得很好吃。那饭的话就跟一般 Seven 饭差不多，但是它上面的滑蛋这个散蛋的感觉，我觉得是蛮特别的，蛮清爽的，蛮好吃的。那我们来试试看它2种炸鸡，这是第一种炸鸡，比较台式的炸鸡。这个台式炸鸡其实就是跟一般 Seven，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他们的冷藏柜里面拿的台式椒盐炸鸡，就是台湾咸酥鸡那一类型的产品，吃起来差不多。对，就是那个味道，不难吃，其实也蛮好吃的。也就是因为蛮好吃，所以他们变成他们的常态款。大概就是那个味道，我觉得还蛮好吃的。但是它的咸味，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咸味可能稍微再高一点。但是我觉得配上这个清爽的饭，我觉得吃起来刚刚好，很好吃。那再我们要吃的话是它另外的韩式炸鸡，这是它台式跟韩式的炸鸡一个双拼的便当。那我们来试试看韩式炸鸡。韩式炸鸡就也像是 Seven 的常态款商品的那个韩式炸鸡，但是偏不辣一点。我觉得它前面这一款跟这个双拼便当这2款的辣味都比较偏低，不知道是不是有特别去调台湾的口味，辣味可能稍微降低一些。但是这2款的咸味都有点比一般的咸味再高一点点，但是其实不是死咸的那种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搭配这个饭，搭配吃起来蛮爽口的，就是
你会不知不觉的一直吃饭配鸡肉，吃饭配鸡肉，我觉得是会让人家一口接一口下去的一个台韩双拼便当。但是如果你喜欢辣一点的炸鸡的话，这个没有像你想象中那么辣，就是属于很小辣。那这个就是2款炸鸡配上这个很清爽的滑蛋的这个饭。那我再推荐另外一个便当是韩式泡菜猪肉豆腐包烩饭。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拆解完的这个韩式泡菜豆腐包烩饭，那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是一个烩饭，但它是比较偏主打全韩式的，比较刚刚前面有一点台韩综合。那我们先试试看它这个豆腐包烩饭的酱。刚吃这个韩式豆腐包烩饭，我觉得这一款它的辣味跟它的韩式的味道又更重了，就它跟前面2款比较不一样，前面2款比较偏向台韩综合，这款就比较偏全韩式的，它辣味比较重，然后加上它的韩式的泡菜的味道，还有它的韩式泡菜的酱料，感觉都比较更韩式一些，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我应该说它是泡饭，所以饭的口感没有像前一款搭配起来的滑蛋那么的搭配那么的爽口，但它的肉的话，我觉得偏向比较没有弹性的肉，但也可以说是比较好咬。但我本身比较喜欢稍微有弹性一点的肉，但这款肉稍微比较偏软糯一点。豆腐的话就是一般韩式豆腐，我觉得豆腐还蛮好吃的。味道其实这一款的最大重点是味道很韩，对，就是很韩式，我觉得还不错。只是如果跟前面2款比起来，这一款我会稍微比较不推荐，这就比较因人而异，因为毕竟它是我比较喜欢有弹性点肉啦，然后它是烩饭类，我比较喜欢是干一点的饭，可能是我个人因素啦。所以如果大家有跟我一样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斟酌看看。那接下来我们要开箱的是这个，我刚刚已经把它打开了，麻辣大锅贴，跟周子瑜联名特别出的麻辣大锅贴，因为其实他们常态款也有一个麻辣锅贴，那这一款叫做麻辣大锅贴，那帮大家试吃看看，它倒出来的话就是这样。那这个麻辣大锅贴，我刚刚试吃了一个，觉得本身没有像前面2款便当那么出色，对，因为它可能是因为它这种微波食品，它的锅贴本身底应该有的那个脆口的感觉是比较低的，那它的辣味是够的，比前面我刚有说的麻辣的意大利面跟跟前面的这个豆腐包拌饭，它的辣味又更比他们更辣，我觉得还不错，喜欢吃辣的人就可以推荐。只是因为经过加热微波以后，它锅贴本身就会比较软烂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真的要去选其他有更多微波食品的话，我也比较推荐其他的，因为这个的话，除非你真的很喜欢吃锅贴，不然的话我没有特别推荐。这个麻辣大锅贴，我觉得普普通通，它辣味很够，但是我觉得口感没有到很好。对，因为锅贴其实我觉得口感占整体评分蛮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话我反而就比较不推荐。然后再要开箱是一个蛮特别的卤肉挂包，这就非常台式了。对，然后它还有附上一个这个是它的粉吗？我们来加看。哦，它还有附上花生粉呢，这个是挂包台式挂包一定要加的花生粉。我刚刚以为是什么盐或是胡椒之类，结果竟然是花生粉，蛮酷的，就是蛮道地的台湾味。毕竟周子瑜还是台湾人嘛，对，他不是韩国人。对，那我们试试看这个卤肉挂包。哦，这个挂包很好吃哎，这个挂包超级好吃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刚刚在打开的时候，觉得它里面都湿湿的，那我以为会变得很软烂，结果没想到，其实它的挂包还是非常有弹性，而且它的挂包里面的那一块3层肉卤得非常入味，而且卤得非常有台湾味。就是如果我们去比较什么挂包 Top 10里面，我觉得会是把这一款挂包排进，就是你市面上很容易买到挂包很好吃的挂包那一类型，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加上花生粉，它附那花生粉调的也蛮刚好，就是花生味也很重，然后里面有掺杂一点糖粒，所以整体搭配起来又可以吃到很重的花生味，又蛮甜的，然后搭配上这个挂包，这就是台湾超经典的挂包，而且是属于台湾超级好吃的挂包。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卤肉挂包的话，真的可以去买，
我觉得超推荐这个周子瑜跟 Seven 联名的卤肉挂包，超好吃的，跟我想的落差蛮大的，但是是非常好的，就是意想不到。接下来帮大家开箱，这个是cheese火腿双线吐司，对，帮大家试吃看看。那这个它打开是这样子，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就是外面跟一些cheese火腿面包蛮像的，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那吃完这个cheese火腿双线吐司，它的话跟我想象的也稍微比较不一样，因为其实这种面包啊，在台湾的面包店是蛮常见的一个品项。那台湾面包店，我其实从小有吃到大这种cheese双线吐司类似的啦，名字可能不一定是这个。那我以往吃过，其实它本身面包体都是算蛮硬的。那这一款的话，它的面包体非常 Q 弹的柔软，我觉得还不错。只是里面的馅料，就是它外面的面包跟外面撒的cheese非常像，但是里面含的火腿，我觉得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啦，吃起来稍微比较没有味道一点点。但是因为它的面包外的柔软度，还有它外面的cheese味道很出色，所以会稍微瑕不掩瑜一些。就是里面火腿可能也是因为外面的味道非常好，所以有一点点盖过里面火腿的香味。对，但是整体是我还会再回购的这种面包，因为我本身面包不喜欢到太硬的，有一些像法国面包那种太硬，我其实基本上不太喜欢吃。那这个话柔软度刚刚好，而且很 Q 弹，对，味道还不错。所以这个cheese火腿双线吐司，我觉得也还算蛮推荐的。再来开箱的是它这个是冷藏的奶冻蜜瓜包，这是在他们冷藏柜的一个算小点心嘛，但我刚刚看觉得有点像冰火菠萝油的感觉，它就是这样子，蛮像冰火菠萝油的，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我觉得不错哎，对，这个奶冻蜜瓜包，它其实不会到很甜，那吃起来蛮像那个宜兰那个什么诺贝尔奶霜蛋糕那种感觉，就是它里面的奶霜是非常好吃的，不会说，因为有些奶霜我觉得吃起来会没有味道，过甜的我觉得还好，但是很多是吃起来是很没味道的感觉。那它吃起来的话，甜度刚刚好，那奶霜的口感也不会太软烂，它还是有一点固态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口感是有的。那甜度的话，有一点微甜，但是也不至于到过甜。然后整体外面的面包的话，也算是蛮 Q 弹的，上面那个菠萝那个巧克力菠萝，外面巧克力菠萝不会太甜，只是有一点点淡淡的巧克力味。然后它颜色看起来会以为很甜，但其实不会很甜，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还蛮推荐的。对，那最后的话，这个是布朗尼蛋糕棒，帮大家开箱看看，这个蛮特别的，就是吃起来应该说买的时候觉得这个蛮少女会买的，就是好像跟我这有点不搭，但是为了帮大家全品项开箱，我还是把它买下来帮大家开箱看看。哦，它包装真的是超级精致的，那它就是一根棒棒糖，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有一层很厚的糖霜，里面配布朗尼蛋糕。本身我觉得有点太甜了，外面那个糖霜那一层糖浆超级厚，那可能比较不适合我啊，没办法吃这么甜的东西。它很好看呐，但是就有点像是属于好看不好吃的系列，就是很客观的去看这个东西，它外观包装真的超级无敌精致，我觉得很少看到甜点包装那么精致，但是里面的布朗尼不错，它的可可味很重，没有到很甜，但是外面那一层糖霜很厚，所以会有点过甜。担心过甜的人的话，那这个的话你可以自己稍微斟酌一下。那最后我们刚开箱全部的品项，那我们帮大家看一下这一次送的这2个卡片是什么。一个是这个个人的小卡，第二个是第二个是这个，2个都一样。那我就抽到2个都一样的。对，那不知道大家抽到什么？如果抽到自己喜欢的卡片，也可以收集。那这2张卡片的话，就是这一次买这个联名商品他们送的卡片。开箱完全部周子瑜联名商品的话，帮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这个意大利面，还有这个台韩炸鸡便当，这2个我觉得算蛮推的2个便当，难怪一开始这是我最后跑了好几间便当，最后才买到这2个。像这个豆腐包饭还有韩式锅贴，我觉得就普普通通，对，可以。如果是我啦，会觉得没有那么推荐，就是可能买过一次，有吃过一次觉得不错，对就好了。再来卤肉挂包，超级推荐，超推的一个品项。对，卤肉挂包这个就是吃起来超级惊艳，跟台湾的
很好吃的挂包一样好吃，所以喜欢吃挂包的一定不能错过。起司双线吐司的话，我觉得不错。如果你早餐缺一个面包的话，你就可以把它买过来当你早餐面包，我觉得也不错。火腿味道稍微淡一点，但是瑕不掩瑜，整体口感还有味道，我觉得是蛮棒的。奶冻蜜瓜包也很推，对，就是很像另外一种感觉，冰火菠萝油，我觉得蛮推的，很特别。那最后的这个布朗尼蛋糕棒，我觉得就没有那么推，有点太甜了。对，大致上我们这期影片就是这些品项。那这个周子瑜联名的话，好像到4月中后都还有，所以如果喜欢周子瑜，或者是你喜欢他们联名的品项的话，大家可以到全省各大 7 去购买，只是要买要快，因为我真的很难买。对，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